在古代，一个奴隶主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呢？说起奴隶这个词，大家可能觉得那是老黄历了。秦始皇统一天下，建立封建王朝之后，奴隶社会就成了过去式，奴隶这个词也好像跟着消失了。但其实封建王朝里奴隶是有的，只不过他们不再是主角了。说到奴隶，大家的印象里可能就是奴隶社会，他们像畜生一样被买卖、被欺负，甚至被杀害。与奴隶相对应的，那就是奴隶主了。那奴隶主的权力到底可以有多大呢？他们又是如何对待奴隶的呢？奴隶是指在古代那些没有自由，得完全听主人话的人。奴隶的来源有很多，比如打仗，输了的一方，不管是士兵还是百姓，都可能被抓去当奴隶。这种奴隶叫做虏，又叫战奴。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犯了法，但罪不至死，也得当奴隶，这种叫做罪奴。另外，有的人家实在太穷了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卖掉家人去当奴隶，或者欠了债，拿家人抵押去当奴隶的。在古代，奴隶的身份极为低微，奴隶主根本不会把他们当人看待，简直就是像对待牲口一样使唤。他们被迫从事与体力和年龄极不相符的重体力劳动，吃的呢也是最差的。奴隶的生命十分短暂，大多数因为过度劳累、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缠身而早早离世。尽管他们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但是在奴隶主的眼中，他们和牛马无异。奴隶主可以随意指派奴隶做各种事情，他们对奴隶拥有极大的权利，甚至可以直接决定奴隶的生死。当然，这奴隶主通常不会轻易处死奴隶的，除非这奴隶犯下了重大过错。他们更倾向于压榨奴隶的每一分价值，毕竟很多奴隶也是他们用钱买来的呀。即便不是买来的，奴隶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，也可以自由买卖，拿钱去换。在商朝时期，殉葬之风盛行，奴隶常常成为奴隶主最好的殉葬品。陪葬的奴隶数量越多，就越能彰显奴隶主的地位和财富。甚至有的婴儿都会惨遭奴隶主的杀害，成为他们的殉葬品。可以说，奴隶主的权力是极大的，奴隶的生死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。他们可以随意地处置奴隶，并且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这就是奴隶们卑贱的身份写照。更为残酷的是，奴隶的身份如同一个难以摆脱的阴影，一旦签订了卖身契约，便会世代相传，子孙后代也将永远难以摆脱这种奴隶的身份。而主人所谓的恩惠，也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结婚生子，为主人家增添更多的奴隶后代。在商鞅变法之前，秦国的公族奴隶，无论他们的后代繁衍了多少代，都注定永远是奴隶。法律和行政手段如同枷锁，将奴隶牢牢地束缚在了社会的最底层。当然，凡事都有例外，比如汉朝名将卫青便是一个典型的奴隶翻身案例。卫青曾是平阳公主的骑奴，就是专门为主人洗车、开关车门的人。当时有人称赞他相貌不凡，将来能官至侯爵。他感慨地说，我身为人奴之子，能不被打骂就已经很满足了，哪里敢奢望封侯的事情呢？可是这卫青奴隶的身份最终得到了改变，他凭借姐姐卫子夫受宠，成了汉武帝的侍从，并在之后的北伐匈奴战争当中立下了不朽的战功。他不仅摆脱了奴隶身份，还被册封为长平侯，官至大司马、大将军。我想说的是啊，其实时至今日，我们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类似主子和奴才的现象。比如一些官员对百姓摆官架子，一些老板剥削压榨员工，这种奴隶和奴隶主的糟粕思想，我们大家应该尽早的摒弃呀。
毕竟大清已经亡了100多年了呀。